2016年，一部看不见的客人横空出世，瞬间登顶各大悬疑反转排行榜榜首。就这电影可以说几乎没人没看过，而如今8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反转电影No.1。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电影的导演时隔2年后又推出了一部反转更多、更精彩的电影。可能没有看不见的客人反转牛，但却增加了科幻和烧脑元素，剧情也更复杂，几乎没人能一遍看懂。更牛的是，这电影一上来就告诉了你凶手是谁，但还是能一直保持悬念和高能。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一般悬疑片是反转再反转，这他妈简直是芭蕾32圈挥鞭转。电影是每秒24次的欺骗，好电影值得我为你深度解读。大家好，我是罗辑，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海市蜃楼。这电影可以说是从开头一路高能到结尾，那咱也就不多废话了，直接开讲。话说在1989年11月9日这一天，天空是乌云密布，德国著名的柏林墙就在今天倒了。但这些事儿小孩哥尼克并不关心，此时的他正忙着在家用 DV 记录自己的弹唱过程。而就在他唱得正投入时，妈妈突然闯进了画面，对他说他要去上班了，别太晚睡，然后就开着车走了。注意此时路边的车里有个女人，看样子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妈妈离开后，尼克又唱了一会儿，然后就听到对面邻居家似乎有打斗的声音。作为门对门的邻居，尼克自然是认识普列托一家的，他有些担心，就好奇地来到普列托家门口，想看看发生了什么。进屋之前我说个事儿哈，看反转这么多的电影解说，你是不是得去二手手机特别划算的转转上换个好手机观看？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4000块，省下来的钱都能去看场演唱会了。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多了。上面的笔记本也挺不错的，推荐你也去转转。进入普列托家后，尼克傻了，地上躺着个人，似乎已经挂了。此人正是这家的女主人，也就是刚刚在车里的女人。而就在这时，普列托拿着刀走了下来，两人四目相对。就这场面，不管发生了啥，尼克这么小的孩子肯定是吓坏了。缓过神来后是掉头就跑，见尼克跑了，普列托只能追。结果尼克刚跑到大门口，就被一辆车给撞飞了，没有一点点意外，当场死亡。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普列托当时都傻了，还在机械的往前走，完全忘了手里带血的刀。接着镜头缓缓拉远，天空还在打闪，突然画面一转，女主小薇惊醒了过来。而此时已经是2014年11月9日，也就是25年后的同一天。小薇和老公通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是住上了大 house。这2天正忙着搬家呢，而她也因为要照顾孩子，放弃了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机会，现在只是一名助理医师。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天气也是乌云密布，一个劲儿打闪。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小薇来到医院，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天无话，晚上下班后，小薇接上女儿回家，而此时她出差在外的老公戴维已经回来了。这男人必须着重介绍一下，他就是抢劫神剧《纸钞屋》的男主教授。想当年哥们儿我就是靠解说这部剧站起来，播放量也就1.3个亿吧，都过去了，不提了。接着夫妻俩收拾房间时，在一间储物室找到了一台录像机和好多盘录像带，人嘛都有点那啥欲，于是一家3口就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而其中一盘录像带的内容正是电影刚开始尼克在家录歌的画面。很快录像带就都放完了，没啥有意思的内容。而就当大卫把录像带拿出来时，电视却突然自己出了画面，看上去就像80年代的新闻频道。一家人都觉得很奇怪，但也没太在意，因为一会儿邻居就要来吃饭了，他们该去准备晚餐了。注意啊，此时外面依然在电闪雷鸣，就和25年前的今天一样。很快邻居奥托和他的母亲就来了。奥托和他们夫妻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起来他还是他们的媒人呢。他们在这里买房子也是奥托介绍的。吃饭时大卫就聊起了刚才看录像带的事儿。听到这儿，奥托算是打开了话匣子，说其实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的家，但悲哀的是他这个朋友在很小的时候目睹了邻居家的谋杀案，逃跑时被车撞死了。是的，他口中的这个朋友就是小孩哥尼克。他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就和今天一样，然后第2天他们学校就被一道闪电劈中了，学校还因此停了1个星期的课。奥托一家走后，大卫就上网查起了这件事儿。这不查不要紧，一查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杀害妻子的凶手入狱后3个月就自杀了，但资料上却写着他有一家屠宰场，他本来是计划把妻子埋在屠宰场的地下的。大卫之所以感觉这里可疑，是因为这人还没把妻子埋起来就被抓了，没有理由供出自己没干的事儿啊。听着大卫在这破起了案，小薇边调侃他边问他裤子要不要洗。而就在这时，他却发现裤子口袋里有一包火柴。他质问大卫是不是又偷着抽烟了，大卫赶紧打岔道就抽了1根，然后就把火柴盒给扔了。记住这包火柴非常重要。夜里外面还在电闪雷鸣，睡得正香的小薇突然被什么声音吵醒，她拔起来一看，那台老电视竟然又自己播放起了新闻。真是奇了怪了。小薇刚要关电视，突然电视画面一闪，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然后他就看到小男孩开始拿着吉他弹唱，唱了一会儿，尼克也发现了不对劲儿。这时他妈妈要去上班来和他告别，就和当年发生的一模一样。妈妈走后，尼克好奇地凑过来说了句你好，你能看到吗？这边的小薇也惊了，冷静下来后说能，然后两人就开始了隔时空对话。不一会儿，尼克就听到外面有动静，想要出去看看。小薇当然知道尼克出去会发生什么，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尼克，让他千万别出去。但此时的尼克太小了，根本不能理解这些事情，甚至以为这一切都是梦。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妈妈下班回家，他对妈妈说他梦到了一个未来的女人在电视里和他说话。注意啊，剧情演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小薇的操作救了本该被撞死的尼克，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再次醒来后，他已经莫名其妙地跑到医院，变成了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眼下就有一台手术等着他做呢。此时的小薇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是一名助理医生，怎么可能做手术呢？于是就惊慌失措地离开医院，一口气跑到学校想找女儿。结果来到学校，他更懵了，女儿最好的朋友不认识他，女儿的班主任不认识他，他又跑到大卫公司找大卫，而大卫竟然也不认识他。此时的小薇临近崩溃，大闹了一通，不出意外就被警察抓走了。另一边被小薇救了一命的尼克发现事情真的跟小薇说的一样，他们学校被雷劈了，他也因此不用上学了。但由于没人照顾他，他就被送到了奥托家。吃饭时，尼克就说起了昨晚听到普列托先生家有叫声，还说今天早上他家的狗一直叫，每天早上普列托都会喂狗，但是今天没喂。注意啊，听到这些话，奥托的母亲明显有点不对劲儿，这是为啥呢？往后看。另一边，小薇被带到警局后，把他这一天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警长莱拉。但遗憾的是，莱拉很郑重地告诉小薇，他们已经核实过了，她不住在他说的地方，她也没有嫁给大卫，更没有他女儿的出生证明，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这些都是小薇幻想出来的。另一边，自从被小薇救了后，尼克一直想再联系小薇，他画了一张小薇的自画像，每天守在电视机旁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还真让他等到了，但这次他只看到了一个人影，不管他怎么喊，对方也不回话。那这个人又是谁呢？接着看。这天，尼克看到普列托出门了，在强大的好奇心驱使下，他偷偷地潜入了普列托的家中，跟着痕迹一路来到卫生间。不出意外，他还是发现了普列托太太的尸体。但奇怪的是，他还找到了一本护照，名字是普列托太太的名字，照片却是奥托妈的照片。而就在他纳闷时，普列托回来了。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尼克只好躲到了床底下，然后他就亲眼目睹了普列托分尸自己老婆的全过程。一直躲到晚上，尼克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块表，并听到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表忘在了普列托家，而打电话的这个人正是奥托妈。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猜出，应该是奥托妈和普列托有一腿，两人的事儿被普列托太太发现了，然后他们便要杀人灭口，并让奥托妈伪装成普列托太太，制造他去了别的地方的假象。回到现实时间线这边，小薇被送到医院做了脑部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脑袋一点事儿都没有。为了唤醒小薇的记忆，医生还给她看了她这么多年获得的荣誉，这些东西可是造不了假的，她真的是这里很有名的一名医生。看到这些，小薇终于是想明白了，一定是她通过电视救了25年前的尼克，所以导致她的生活被改变了。救了一个人是好事，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她老公没了，女儿也没了。老公没了不要紧，但女儿没了可不行。想要找回女儿，她就必须找到那台录像机和电视。于是她偷偷来到了她曾经的新家。这里有个细节是，刚到门口，她就发现锁已经被破坏了。进入房子找了一圈，她也没找到录像机，就上网查起了尼克的名字。但网上却显示，尼克是一本叫《海市蜃楼》的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就在这时，房子的主人发现了他。尽管小薇不敢相信，但事实却是，这里还是她曾经的老公大卫的家，但女主人却不是她，她只是大卫的主刀医生，两人也仅仅有过这么一点交集。突然这时房子停电了，趁着混乱，小薇跑到了隔壁的人家。在这里她看到了更不可思议的事儿，奥托妈竟然和普列托生活在了一起。此时外面都是警察，小薇只好偷偷地躲进了奥托的车里。去上班的路上，奥托被突然出现的小薇吓了一大跳，显然奥托也不认识他。但听完小薇讲述他们相遇的故事后，奥托觉得还挺不错，但他确实不认识小薇。而就在小薇和奥托握手的瞬间，小薇回忆起了他们之间的曾经。在原始世界中，他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但这次他的对面却坐了另外一个人。奥托也在火车上，但就因为这么一个改变，两人就错过了。和奥托分开后，小薇在机场的电视里看到海市蜃楼的作家正在讲述着自己的写作经历。原来他这本书的原型来自一个叫尼克的小孩的幻想，但神奇的是，这个小孩的幻想却成功预言了这几天的雷暴天气。这时莱拉警长又找到了小薇，他带着小薇去看了那本叫《海市蜃楼》的书。小薇也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于是他和莱
莱拉又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女人是一名大学教授。在她的口中，小薇得知如果想再次和过去连接，就必须在雷暴这几天找到并使用电视和录像机，而这两样东西现在大概率在尼克的手上，所以他必须找到尼克。但世界这么大，想找一个人太难了，小薇只能求助莱拉。莱拉也想帮小薇，但她查人是需要走程序的，很慢。他们必须找一个理由让领导重视这件事儿。这时小薇突然想到，如果普列托没被抓，那么他老婆的尸体一定被埋在了他的屠宰场。如果能找到尸骨，那这件事就好办了。于是莱拉带着大部队到屠宰场一顿挖，不出意外，尸骨被找到了。事后莱拉给了小薇一个地址，说尼克就在那里。接着莱拉就连夜组织警队抓捕了普列托。另一边，小薇根据地址找到了一家旅馆，但在这里他并没有找到尼克，而是抓包了正在和情人私会的大卫。虽然心里非常气愤，但接触到大卫的一瞬间，他就回忆起了他们之间的经历，确实没啥瓜葛，一点关系都没有。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小薇看到了桌子上有一盒火柴，和曾经他在大卫口袋里翻出来的一样。接着小薇拿这里的事儿威胁大卫说出了尼克家的住址。大卫为啥知道？因为他在银行工作，尼克是他的客户，所以他能查到具体地址。这边小薇火急火燎的赶往尼克家，咱们暂且不表。另一边抓到普列托一家子后，尼克请来了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迪马斯探长。那么好，人都到齐了，也是时候解开真相了。当年普列托的老婆察觉到老公有问题，就假借出门拜访好友离开了家，而普列托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开始策划谋杀妻子的计划。可他没想到的是，妻子根本没走，就等着抓他的现行呢。被抓包后，场面一度混乱，三个人为了抢一把刀就打了起来。而就在打斗的过程中，普列托老婆意外中了一刀，这里就没法说谁是凶手了，因为刀是奥托妈拿着的，但是普列托推了他一下才刺中的他老婆，两人谁也脱不了关系。接下来普列托就联合奥托妈在机场工作的弟弟一起伪造了假护照，想让奥托妈假扮成普列托老婆，假装去找她前男友，一去不复返。而就在普列托在家分尸那天，尼克却偷偷潜入，看到了全过程，并拿走了奥托妈丢在床底下的一只手表。尼克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他们决定报警，但普列托这人贼得很，先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偷走了他一只表，再加上尼克说的证词一点也不真实，警方也没找到任何证据，普列托就这样洗白了。事后尼克一家就搬走了，但尼克始终认为这些事儿是真的，他整天守在电视机前，想再次和那个神秘女人沟通。看到儿子这样，尼克妈只能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尼克并没有病。为了再次联系到神秘女人，尼克突然想到，当初他看到女人那边的房子里有一个火车站的牌子，于是他找到了这个火车站，开始每天守在火车站，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就这样一晃过了20年，尼克也长大了。是的，他就是莱拉警长。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见到了那个女人，没错，她就是小薇。于是两人相遇、相恋、相爱、结婚。直到最近几天，小薇却突然失忆了。尼克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他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就偷偷跑到大卫家，偷走了电视机和录像带。所以之前小薇去大卫家时门坏了，就是尼克干的。另一边，小薇也来到了尼克的家，而在这里等他的正是尼克的妈妈。看着满屋子尼克和他的照片，小薇根本无法接受。过了一会儿，尼克回来了，他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小薇。两人触碰的瞬间，小薇也想起了他们之间的经历，他们确实很相爱。而尼克之所以让小薇去抓包，就是为了让他知道大卫是个什么货色。但是此时的小薇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找回自己的女儿。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跳楼自杀，因为他知道尼克想要救他，就必须拿出电视和录像带联系25年前的自己，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回女儿。没有办法，尼克太爱小薇了，于是他拿出电视机和录像带联系了25年前的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找小薇，因为时候到了他自己会来找他。接着镜头一转，小薇在家中醒了过来，旁边睡的是大卫，女儿也在自己的房间。他以为一切都好起来了，但是当他跑到楼下，还是在草丛里找到了那盒火柴。还记得这盒火柴吗？没错，它就是大卫出轨的证据。然后他就看到普列托和奥托妈像没事人一样，还在和他打招呼。在这一刻，小薇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他直奔屠宰场，挖出了普列托老婆的尸骨，然后直接报了警。不出所料，来处理这个案子的人是尼克。两人四目相对，电影到此结束。虽然此时的尼克并不认识他，但我猜接下来小薇的操作是和大卫离婚，然后带着女儿和尼克重新开始。这改变人生也是让他玩的明明白白呀。那么好，剧情到这儿就讲完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电影是如何改变历史的，到底合不合理。首先我先说明一点，在这电影里不存在平行世界的设定，历史不管怎么改变都发生在同一个世界。所以如果小薇没有在1989年11月9日夜里救尼克，一切都正常的发展下去，她也许会在未来的某天发现大卫出轨，也许永远不
会察觉。总之，日子会像原来那样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天天的过下去，直到生命终结。那么小薇的人生就像一条基于时间轴画出的函数线，没有任何断点的延续下去，只有实线，没有虚线。我们给这条人生函数线起名为 F0。在这条蓝色线上，1989年小尼克发现普雷托杀妻，逃跑时发生车祸死亡，普雷托因此被抓，然后在监狱自杀。10几年后，小薇偶遇奥托，又通过奥托结识大卫，两人一见钟情，结婚生子。小薇放弃事业，一心照顾孩子。2014年，他们搬入新家，大卫出轨护士，小薇并不知情。但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点，机缘巧合之下，小薇与25年前的尼克进行了对话。为了救尼克，他改变了尼克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走向。于是蓝色 F0 函数线终止于 D 点，也就是2014年11月9日夜里。同时 A 和 D 之间的 F0 函数被绿色 F1 函数顶替。在这条绿色线上，1989年11月9日小尼克得救，普雷托顺利把老婆尸体埋在屠宰场，然后和奥托妈结婚。尼克成为警察，遇到小薇相恋结婚，并支持小薇成为医生。大卫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但依然出轨。这个时候尼克并不知道小薇原本的人生，他爱上小薇是个意外，也不知道这让小薇失去了什么。但因为 F1 这条绿色线是基于 D 点处断点改写了 B 点之后的 F0 蓝色线产生的，所以断点 D 的制造者小薇虽然身处绿色线上，但也会在 D 点发生突变，同时拥有 F1 和 F0 的双重记忆，也就是 BD 之间被擦掉的蓝色虚线和 BE 之间新产生的绿色实线。所以在绿色线里，小薇不住在尼克他家的老房子，也没能成功用电视联系到小尼克，也并不影响绿色线继续发展，因为变化来自蓝色线。而对于蓝色线的小薇来说，D 点后仿佛一觉醒来就来到了陌生世界，脑袋里都是蓝色线的记忆。而对于绿色线的小薇来说，则是在 D 点突然被写入蓝色线记忆，所以会在外人眼里仿佛变了一个人，表现得奇奇怪怪的。电影里的设定是 D 点突变后的小薇需要跟别人身体接触来回忆起新时间线的记忆，D 之间则是小薇一直在求证的被擦掉的蓝色线记忆和改变历史的方法。而只记得绿色线的尼克不得不随小薇一起寻找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知道了在自己未曾经历的蓝色虚线里小薇所发生的故事。这时如果小薇放弃女儿，他就可以带着蓝色虚线的记忆和尼克继续生活，让 F1 绿色线延续下去，也就是绿色虚线的部分。但小薇不能接受没有女儿，最终选择宁愿用生命豪赌，所以蝴蝶效应还要继续。小薇以死相挟，尼克不得不在雷暴结束前的1点，也就是2014年11月12日晚上，通过电视连接制造了第2次断点，擦掉了 BE 之间的 F1 绿色线，改写成了 F2 黄色线。黄色线发生了什么，电影里并没有展示，但是从尼克最后的表情来看，他一定是有之前的记忆的，因为他制造了断点 E。根据维拉的经历，绿色线的尼克会在1点后突然发现自己来到 F2 黄色线，同时拥有 F1 和 F2 的双重记忆，也就是 BE 之间被擦掉的绿色虚线和 BE 之间新产生的黄色实线。同样的，在黄色线外人眼中，尼克会在1点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从一个不认识小薇的男人变成爱着小薇的尼克。所以根据以上推测就可以得出，影片最后的小薇同样是拥有所有记忆的，所以当两人相遇后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最后在这条黄色线上，小薇和尼克既拥有了爱情，小薇也不必失去女儿。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就是小薇逆天改命，最终鱼和熊掌兼得的大团圆故事。那么好，到这儿这电影应该是聊得非常明白了，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看不见的客人和这部海市蜃楼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电影里的小三和渣男全都没好下场。所以导演用2部这么优秀的电影，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做人一定要专一，小三和渣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好了，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我是罗辑，一个重度电影解说爱好者。最后我想用一句英语来结束本期视频，拜拜。